刚转学的第一天就发现奇怪的事情，成绩榜单上的学霸都莫名的歪着脖子，甚至在进入教室时，门把手上有无数抓痕以及血渍，而抽屉里还有一本写满奇怪诅咒的日记本。刚翻开第一页就被同桌立马抢走，并说出一句奇怪的话语：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手上肚子痛，被全班讨厌，还遇到恐怖的事情。可更诡异的是，每到下午，学校各处就会突然冒起浓雾，同时学校通过广播让所有人戴好口罩回家，不准外出。如果违反此规定，会遭受学校的严惩，甚至周边的所有商贩都立刻关上房门。似乎这场迷雾里有什么可怕的存在。不要来了！终于要来了，要来了！当刚转校的赵佳琪来到走廊，就诡异地发现，明明喧闹的学校安静的可怕，阴森的环境让佳琪回到教室，但里面只有一名神秘学生独自坐在中央，伴随着一个粉笔滚落在角落，黑板上莫名出现赵佳琪的姓名。这恐怖的一幕吓得他立马冲出教室，可走廊里的场景比之前的更加恐怖。只见无数变成鬼魂的学生站在走廊看着他，并集体喊出赵佳琪的名字。感到害怕的佳琪跑回教室抵住房门，而这就是最新上映的台剧《聪明镇》，由日本恐怖漫画大师伊藤润二亲自担任监制，并参与角色设计所拍摄的。我们废话也不多说，故事开始。佳琪由于高考失利，母亲带他前往一座名叫聪明镇的地方复读。据说在这里复读过的人都能考上理想学校，但这座小镇位置极其偏僻，必须先开车来到山脚，然后再乘坐破旧的缆车进入半山腰，最后再乘车前往山顶的聪明镇，一路上都有专门的人为此护送。但诡异的是，整座大山都被迷雾所遮盖，而路途中的佳琪刚打开窗户想要透气，结果一股刺鼻的恶臭瞬间涌进车里。当司机闻到气味后，立即用紧张的语气让他把窗户关起来。不明所以的佳琪听从司机的嘱咐，刚行驶不远，一名神色慌张的男子突然出现在马路中央，若不是司机及时踩下刹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男子离开前深深看了佳琪一眼，就快速离开。没事吧？你看清楚遐是啥看无？无看清楚。3个月都莫讲伊乱说。当他们顺利来到聪明镇后，母亲立即带着佳琪前往学校报到。路途中，一名男生意外发现佳琪很眼熟，原来这名同学就是昨晚想要逃出聪明镇的人。由于当时对方戴着口罩，佳琪并未认出对方。这里的重考班是由校长亲自创办，为了保证学生的升学率，校长制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校规，所有与学习无关的事情都会被禁止。为了就是创建完美的学习环境，所有学生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习中，一旦有人违反校规，就会遭到严惩。班主任高老师带着佳琪前往班级。路途中，他发现门口上有残留的抓痕以及血渍。高老师告诉他，不管是迟到或者早退，一旦影响班级里的同学学习，都会遭到惩罚。每个月都会进行模拟考试，全校倒数30名的学生都会被直接退学，而班级座位也严格按照成绩排序。因为佳琪的高考成绩为384分，高老师就会要求低于此分成绩的学生往后移。联考分数低于384分的站起来，往后移动的座位，动作快一点。刚来到座位，就发现书桌里有一本写满诅咒的笔记本。就在佳琪翻开第一页查看时，立马就被旁边的男同学抢走，并且当场对他下达诅咒：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肚子痛，被全班讨厌，还遇到恐怖的事情。佳琪本以为对方读书读傻了，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。可刚上课不久，肚子就传来一阵剧痛。为了不打扰班级里的同学，佳琪强忍着剧痛等到下课，随后来到卫生间不停地呕吐。也在此时，一名叫王新宇的女生告诉他，这里的学生大部分都很奇怪，正常的人类少之又少，而喜欢惹麻烦的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曾经有一个叫张磊的男生太会惹事，最后被学校惩罚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学校，甚至连人去了哪里都没人知道。与此同时，丽芬在住处也发现奇怪的事情，无论床铺怎么清洗，都散发出一股怪味，甚至在床头架子上还缠绕着一根黑漆漆的麻绳，似乎这里曾经有人用来绑过什么人。而更诡异的是，邻居也表现出怪异现象，只因和一名叫傅春华的家长打了声招呼，隔壁的邻居就将对方赶走，并出声提醒丽芬，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这种人出现在这里。
感到莫名其妙的他没将其当回事儿，而是回去继续打扫房间卫生。可就在整理抽屉时，意外发现里面有一个红色珠子。感到好奇的丽芬拿到阳光下仔细观察，却诡异的发现珠子内部有某种活物在爬动。感到后怕的丽芬本能的扔了出去，但不曾想直接扔出了窗外，最后掉在地上，被狗直接吃了下去。丽芬为了搞好邻居之间的关系，特意做了一盘鸡肉送给邻居女孩文月。她只是简单的闻了一口，就表现出很好吃的模样，随即便好意的接过鸡肉回家。可刚回家就直接倒进了垃圾桶里，刚才的表现全都是伪装出来的。同时，佳琪回到家就发现自己之前的成绩单消失，于是她立刻起身找到母亲询问：“我都已经答应你我要重考了，为什么还要把它拿走？”妈妈是在帮你把跟读书无关的东西收起来。来之前不是都说好了，我们一起努力。我是在帮你减少读书的干扰。可是那是我的东西啊，你有什么权利把它拿走啊？我就是有权利。你是我生的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原来佳琪之前考上自己想上的大学，但母亲要求她考医学院，这才重新复读。而冲出房间的佳琪独自来到附近树林，却意外看见村民们正在搬运一具尸体，而尸体都是想要试图逃离小镇的人，最终被抓回来后直接就地解决。佳琪看到这一幕，想要趁机离开森林，却不小心踩到一只树枝，引起对方注意。好在躲在另一边的树下没有被发现。当村民们把尸体抬到一处秘密大棚时，意外从对方身上搜出之前丽芬看到的红珠子。我是丢掉提掉的，我看你白。像电影舞啊，人拢无记啊，咱紧甲人了着，无会出代志。等你一个月处理啊？一个月哦，那天有交代，爱特别处理，10个月才简单啊。好啊。佳琪来到聪明镇的第一天，已经发现这里到处透露着诡异，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些诡异事件，而是明明所有人都已经觉察出问题，却非要装作毫不知情的模样。刚上课，老师就点名批评佳琪，只因昨晚无故缺席晚自习，因此班主任决定对全班进行集体惩罚。所有学生在高老师的带领下集体跑步，由于是佳琪才导致同学们被体罚，所以在跑步期间有人故意将他推倒，甚至还有男同学在背后狠狠踹了他一脚。刚准备回到教室学习，吴双一再次找上佳琪，下达第二个诅咒。你知道我最讨厌跑，哪有没有什么还要跑？该死！优秀老师，我没朋友，吓死你！吓死你！佳琪忍不住哭着跑进厕所，心雨看到后默默递给他一块手帕，并说出操场上的经过。对不起，我其实有看到是施立琼推你跌倒的，可是我不敢跟老师说。他家很有钱，又很爱欺负人，大家都不敢惹他。罪魁祸首的到来让心雨不敢多说什么，快速离开。而对方看着佳琪所在的卫生间，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。等他离开的几分钟过后，学校广播突然要求所有学生立即戴上口罩，回家不得外出。若发现学生在外逗留，都将被视为违反校规。同一个时间，小镇各处都有人前来告知。听到消息的居民们也开始收拾东西，关闭店门，仿佛有什么可怕的存在即将降临。而佳琪想要离开卫生间，却不知为何隔间门怎么也打不开。原来是之前的罪魁祸首将隔间门堵死了。此时的学生们戴上口罩，有序的离开学校。可心雨在发现佳琪失踪后，立即向厕所的方向赶去，但被高老师强行拦下，要求离开。聪明镇也被一场神秘白雾所笼罩，所有居民都紧闭门窗，无人出现在街道上。不要来了！终于要来了，要来了！当佳琪拼尽全力从卫生间里翻出来后，震惊地发现整栋教学楼出现未知的白雾，并且热闹的教室也空无一人。这时，佳琪突然听见有人在求救。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你还在这？你可不可以帮我离开这里？我想回家，跟我走好不好？拜托你帮我。出于好心的他，小心推开教室门，只见里面一名女生独自坐在教室中央，紧接着就是一支粉笔滚落在不远处。佳琪下意识看了过去，等再次回头，女生诡异的消失不见，而身后的黑板上也莫名出现赵佳琪的名字。他不明所以的来到黑板面前，这恐怖的一幕吓得他扭身冲出教室，可走廊里的场景比教室里的更加恐怖。
最后被迫冲进教室，死死抵住房门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以上就是最新台剧《聪明镇》第1期内容。